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等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其中有158架被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与此同时，一架西方援乌的 F-16战斗机近日刚刚参战就坠毁的消息仍在持续发酵。作为美军3代机经典机型的 F-16，是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数量最多的战斗机之一。此次为何一上俄乌战场就折戟？眼下，西方援乌武器装备的战损情况又如何？能否支撑乌克兰反攻的野心呢？来看详细分析。俄罗斯国防部称，自当地时间1号凌晨起，俄军防空系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共击落158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至少有5架飞往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的无人机被摧毁。布良斯克州州长博戈马斯则表示，大约26架在布良斯克边境地区被摧毁。此外，沃罗涅日州有10多架，库尔斯克州、利佩茨克州、梁赞州和图拉州也各有数架。俄方称，此次袭击尚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8月29号晚证实，乌军一架 F-16战机26号遇袭坠毁，驾驶该战机的乌克兰王牌飞行员奥列克西梅斯丧生。根据乌军通报，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境内多处能源设施发射了200多枚导弹和无人机。乌军多架 F-16战斗机与乌防空导弹部队共同抵抗俄军袭击。期间，梅斯驾驶的 F-16战机击落了俄方3枚巡航导弹和一架攻击型无人机，不久后便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直到被发现击毁人亡。乌军声明称，梅斯被追授上校军衔。然而，有关战机坠毁的原因仍众说纷纭。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称，战机并非被俄军火力击落，真实原因可能包括飞行员操作失误或机械故障。一名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甚至质疑，这架 F-16是由于乌军不同部门之间协调出现问题，被己方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误击而坠毁的，但以上都被乌军方否认。目前，乌国防部已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坠机原因展开调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导弹和自己的这个飞机 F-16相撞是一种可能啊，因为他的飞行员没有来得及跳伞，也就是说，没有这种机会或者是时间了，那也可能是自己的误伤。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签署总统令，解除乌空军司令奥列修克的职务，并强调有必要加强乌空军指挥水平，以更好地保护人民和空军人员。第二天，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乌空军司令被解职与此次 F-16战机坠毁事件有关。他表示，这是2个独立的问题，并强调乌军方正在就战机坠毁展开调查，调查过程也向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开放。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向西方索要 F-16战机，以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第一批6架战机上月初才抵达乌克兰。泽连斯基8月27号首次对外证实 F-16被用于实战。然而到货才不足1个月，其中1架就被摧毁，如今只剩5架，还损失了1名王牌飞行员。有分析认为，这对乌军士气将造成不小的打击。飞机是最好的飞机，飞行员是最好的飞行员，那说明呢？就是他的这次损失是非常严重的。乌克兰现在在开局使用F-16的时候，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导致了2个重要的后果。第一个就是西方对乌克兰空军使用 F-16的这个信心，就是我给你这种飞机，你能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我今后还要不要给你再继续提供？这个是对西方援乌的一种打击。还有一个呢，就是作为乌克兰自己方面在未来使用这个战机的时候，它也会对整个在军事上使用上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F-16战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于1974年首飞，距今已整整50年。这款在美军越战经验基础上研制出的战机，单发布局，体型精巧，质量较轻，具备极强的机动性和相对理想的续航能力，再加上制造成本和价格较低，可谓物美价廉。自1978年起就被大规模列装美国空军，成为美军3代机的经典代表。
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期间，该机型更是大展拳脚，让世界见识到了它在近距离空战等方面的优势。从那以后 ，F-16被大量出口到以色列、土耳其、埃及、韩国等世界其他国家。直到今天，全球仍有约25个国家在使用这款战机，其中以美国和北约成员为主。但据披露，乌军获得的这批 F-16战机是已经服役近40年的老旧款 F-16A/B， 多是荷兰等欧洲国家为接手 F-35等更先进美制战机而淘汰下来的二手货。时事评论员曹卫东认为，北约有关国家一面做出援乌姿态，一面实现自身空军能力升级换代的目的，可谓各怀心思。这也意味着拿到相对老旧型号 F-16的乌克兰要面临战机性能、武器装备落后等带来的战场劣势，并不能因为就是乌克兰在战场上刚一使用 F-16就机毁人亡了，发生这种事故了，就全盘否定 F-16的作战性能。其实这是不对的。在下一步的维修或者使用中呢，西方呢仍然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武器装备，但是在维修保障上呢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因为你维修不好，你没法在战场上使用这个也给就是后续使用这种战机呢带来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乌军首架 F-16坠毁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研究派遣美国承包商前往乌克兰维护 F-16战机和其他武器的提议，但情报界人士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眼下基辅的美国使馆人员十分有限，他们担心一旦被派往乌克兰的美国民间企业代表遭到袭击，五角大楼将缺乏足够的应对计划。目前，拜登政府尚未就此做出最后决定，但据披露，相反，美国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承担更多维护 F-16的责任。报道称，预计欧洲国家将会介入，为援乌美制飞机和其他武器提供维护和人员支持。因为这个 F-16呢，是美国制造的这个军机，从配件或者维修，当然是美国的这种技术能力最高，但本身美国和西方提供给乌克兰这种战机，就俄罗斯进行了这种严厉的抗议。那么美国呢，也要避免就是进一步的和俄罗斯的这个矛盾上升。除了 F-16以外，在俄乌战场上折戟的西方援乌装备也不在少数。去年6月，德国援助给乌克兰的最先进的豹2A6主战坦克，刚一踏上战场，就被俄军以152毫米火炮、柳叶刀巡飞弹等远程精确火力爆头。当时豹2被击中起火燃烧的视频传遍网络，据称极大影响了这款德国造明星坦克的销量和口碑。遇到类似状况的还有美制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这款美军现役最先进的履带式步兵战车，上场不到半年就损失了17辆，占美国援乌该型装备总数的15%。外界注意到，去年夏天乌方发起反攻之际，西方援乌武器装备战损率就已经达到30%左右。有观察指，导致西方武器水土不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乌方缺乏体系完善的作战支撑，再先进的装甲力量也难以充分发挥战力。德国的豹2坦克呢，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坦克之一。那为什么会折戟在就是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呢？因为就是乌克兰它在和俄罗斯作战中呢，还很难形成一个体系上的优势。比如说，它没有制空权；比如说，它要进攻，在冲地雷区的时候，你没有前面的扫雷车，没有其他的排爆的这些工兵在前面，你直接就把这种重型坦克开上去，那可能这个履带就会被炸毁。那这个本来很先进的坦克，它就成了这个瘸子。就瘫在那个地方了。再有一个就是，当你这个坦克攻进去以后，对方有武装直升机，它可以用火箭弹从空中来追着你的这个坦克来打，所以很难发挥出它原来这种速度快这个装甲这个好和这个进攻就是毁伤力强这种优势。